山西忻州繁市县的三圣寺内有金代风格斗拱、元代建筑、明代彩塑、清代壁画以及新中国时期的修缮痕迹。5个不同时代的往事在此处融为一体，但三圣寺的始建年代不详，我们通过当今的资料只能知道这里曾在元明清3朝都有较为明确的修缮记录，也有大量的明清彩塑遗存，所以这里既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也是一处非常值得看的古建筑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繁市县的三圣寺，一会儿咱们就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是2024年3月自驾过去的，通往三圣寺的道路大致是这个质量，鉴定为全程好路。三圣寺的门口有地方停车，它对面是一个三官庙，不过没有开门，而停车场的中间有一座2层楼阁式建筑，屋顶为十字歇山顶，下层看着很新，靠内侧的位置则有一个崭新的双龙细竹照壁，而附近的大树则被附近的人尊为排忧解难的大树神神。根据外观推测，这棵树的树龄应该是在100年之上了。站在院外看，西侧是一座鼓楼，鼓楼下方则有一个小龛，正面的山门乍一看以为是石仿木结构的，实际上就是木结构的，顶上还有3个绿琉璃小兽，这个门没有开放，看来要找其他的门。东侧有一座钟楼，它和鼓楼形制相同，屋顶都是十字歇山顶。钟楼的下面有个掖门，这才是真正的清式仿木结构专门，也是这边真正的入口。进门时要小心这条凶恶的巨犬，别看它现在很乖很小，那是因为我交完香火钱了。绕过巨犬，我们来到第一进院落，这里的东配殿名叫慈善宫，此殿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悬山顶，梁架为明清制式。上边有趴着的小孩木雕，这我还真是第一次见，因为大门紧闭，所以不知道里边供奉的是谁。而慈善宫对面的西配殿形制与慈善宫相同，但连个牌子都不剩了，殿前还堆了不少杂物，已经无法辨认它的前身了。而正面的明代地藏殿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悬山顶，且有绿色琉璃装饰，这个琉璃菱形学名叫做琉璃巨锦，单面只有一个菱形，视为方胜。如果要看屋脊的琉璃装饰，从后面的高台看会更清楚一些，看这个琉璃螭吻还是个盘龙大吻。此殿檐下不设斗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大木头，虽说是明代建筑，但继承了某些元代建筑的原生态风格。这些木头前边除了柱头的龙头吞口之外，也有很多姿态各异的小孩，单看小孩可能不知所云，再看其他细节，看到这葡萄串子没，加在一起就是多子多福的寓意。最后我们转向大雄宝殿，此殿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歇山顶。这座殿的年代迄今尚有争议，有人认为它是元代建筑，殿内的元代起建记录便是凭证，它不是修缮而是起建。有人认为它是金代建筑，看它的柱头斗拱偏小，补间斗拱不仅很大，而且还使用了大量的斜拱，这是金代构件的显著特征。至于断代的结论，还是让专家教授去决定，我们知道这个争议就好。看它的转角位置，这块额方穿过了角柱，出头了，而且侧面看很像一个拳头，所以它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名字，叫霸王拳。看殿前有一块乾隆年间的重修碑加功德碑，旁边是一块明代重修碑，且同时有嘉靖和崇祯2个年份。仔细一看才知道是嘉靖年间重修的，崇祯年间立碑的。另一侧有一块明正德年间的碑，旁边则是一块乾隆年间的碑。此外还有一块2001年的新碑，背面则是功德榜，具体记录了每一笔捐款。如果站在大雄宝殿的月台上，还能看到一块风化严重的石经床，这高低得是个辽金文物吧？一看年份，发现是清嘉庆年间的经床，这风化的也太着急了。大雄宝殿的东配殿面阔3间，画风一眼明清，虽然大门紧闭，但门口贴的对联是“一持天地朝日月，至祖天台封伽蓝”，那殿内应该就是关公，也就是佛教里的伽蓝菩萨，那这屋应该就是伽蓝殿了。廊下有一块清嘉庆年间的碑，字迹已模糊不清。对面的西配殿与它形制相同，门上照样贴着对联，说的应该是姜子牙。我从门缝里看了看，里边确实有姜子牙，但还有其他好多人，不知道这个殿应该怎么命名。廊下也有一块清嘉庆年间的碑，恍惚能看出来是功德碑。此外大门两侧还有2个小配殿，这些画风是明清的画风，但资料记载这都是民国建筑，透过门缝也看不见什么。因为所有的店都没开门，所以我看完这些就准备打道回府了。没想到文保员居然在这时候回来了，给了几十块香火钱后，文保员打开了地藏殿和大雄宝殿的大门，这大殿内部的无限风光就在眼前。
我们走进大雄宝殿，正面的大造像自然是华严三圣，中间是释迦牟尼佛，左斜侍卫是文殊菩萨，右斜侍卫是普贤菩萨。之前的文物造像在1996年被盗了，我们如今看到的造像都是2001年补塑的版本。三尊大造像背后的壁画正好是4位，我一开始以为是4大天王，其实这是4位冥王。看冥王头顶还有一个小小的菩萨头像，说明冥王本身是佛和菩萨的愤怒像，也是佛教中的常见护法。但这位冥王却撕开了自己愤怒的脸皮，露出安详的脸，证明他们的本质依然是慈悲的。下方小造像里，这尊骑着青狮的当然是文殊菩萨，骑着大鱼的菩萨是玉兰观音，观音背后高处的是善财，骑着白象的当然是普贤菩萨，这个外观像唐僧的当然是地藏王菩萨。不过殿内的壁画基本都是清代的原物，画风是偏民间的写意画风，而且分成了很多小格子，每个格子都是佛教故事。如果想知道这故事叫什么名字，可以细看左上角的字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大雄宝殿的梁架，此屋屋顶为彻上明造，彻到什么地步了呢？就站在地上看，连山画的内侧都能看见，基本是一目了然。而中间的顶端柱子按照宋式教法仍为几团，下边是熟悉的蜀柱和平梁，这边进深只有4团，那两侧的团不用论资排辈，只是平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这边没用3件套，而是在团下方设了不紧贴的木头，这个叫做判肩。判肩下边的柱子还装了一个斗，这个叫斗子蜀柱。再下边就是熟悉的4船符了，它承载了这4船的重量。此外，屋顶还有若干有字的木条，其中包括元代的修建记录、清代的修缮记录，好像还有一根新中国的木条，太新了就没拍。至此，我们就看完了大雄宝殿，然后我们往回走回地藏殿。当光照进地藏殿后，我们能看到云海间的漫天神佛。此处绝大多数都是明代造像，但有些被盗了，有些被毁坏了，所以也掺杂了一些后期的补塑作品。正面的主位是地藏菩萨，据说地藏菩萨的头被盗过，所以是重塑的，但我没看出任何违和感。而地藏菩萨的背光外围是带泥金的火焰纹，头顶则是熟悉的迦楼罗。地藏左斜侍卫为弟子敏公，他颇有家资，乐善好施，最终成为地藏弟子。如今敏公造像的手里明显拖着一件物品，但造像太高了看不清楚。右斜侍卫是弟子道明，他是敏公之子，而今手持锡杖，亦是地藏菩萨弟子。地藏菩萨须弥座下的龙居然长着翅膀，难道这是西方传入的 dragon？ 当然不是了，这是密宗佛教中的布罗拿。南京博物院有非常近似的展品，两侧的大型塑像是4大天王，持杵的是持国天王，持剑的是增长天王，背后有伞的是多闻天王。他左手的宝塔缺失了，右手握的是土宝鼠，这就是《封神演义》里花狐雕的原型。舞龙的是广目天王，看广目天王手这个位置，这里补一颗宝珠就齐全了。而附近小型的造像便是鬼族了。而殿内的清代壁画，东西两侧视为十殿阎王，即为秦广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武关王、阎罗王、变成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、平等王、转轮王。但南侧两边的壁画则分别是左3祠和右3祠，我对这些就一无所知了。它的背面是以倒座观音为主体的一大组青绿山石悬塑，这里的倒座指的是观音面北背南，和正向是相反的。观音头戴画佛冠，胸前满是璎珞，双手结禅定印，坐姿则是正常的家夫坐。观音上方左右是为善财龙女，善财像是补塑的，侧面还有唐僧和孙悟空，其中唐僧像是补塑的，上边的龙王像是补塑的。这2个对弈罗汉像是原件，而另外2个聊天罗汉，其右侧罗汉的脑袋像是补塑的。看完这些，我们再来看梁架，其屋顶为彻上明造，数了数，进深是6船，梁架上的彩绘非常密集。无论是这几根檩及其垫板、蜀柱、插手、驼峰，还有这几根梁，上边都有彩绘。但另一方面，只有5架梁、7架梁上的彩绘比较鲜艳，其余的彩绘都很暗淡，而且画风还不一样，明显是不同时期留下来的。与观音正对的北侧壁画描绘的则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每个小格子都是一个故事，让人们在遇到困难时记得念笔观音力即可化解。至此，我们就看完了一整座的梵世三圣寺，能让5个朝代的痕迹齐聚一堂，这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如果当初这边没有被盗，或许它的样子会比现在更加完美。可惜历史没有如果。上世纪的80、90年代是一个盗案频发的年代，很多珍贵的文物都在那个时代彻底消失了。
了。现如今社会生产力比以前更发达了，人们谋生的渠道多了，铤而走险的人少了。此外，科技发达了，也多了各种各样的监控手段，所以文物保护的效果也比之前好了很多。但在此之外，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对古建与文物提高关注，自然也能对心怀不轨的人形成震慑，这也是我们普通人为文保事业的推动所能尽的一份举手之劳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